权力巅峰的暗战从上个月开始，正在大洋彼岸激烈上演。一场白宫与美联储的世纪较量正将美元推向悬崖边缘。特朗普与鲍威尔，究竟谁能主宰美元的命运？特朗普的连任梦想是否会取决于鲍威尔的一念之间？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聊聊特鲍之间的相亲相爱。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白宫已经接连经历声势浩大的大洗牌，就连曾经的创业伙伴马斯克也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从亲密无间变成了分道扬镳。可以说，凡是敢触怒特朗普的人，轻则被赶出局，重则家破人亡。但是偏偏有这么一个人，无论特朗普用尽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也好，动用法院、国会施压也好，他自岿然不动，对特朗普的话置若罔闻。这就叫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的态度，让特朗普也只能恨得牙痒痒。而这个让美国总统看又看不惯，干又干不掉的人，正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堂堂的美国总统，为何偏偏要给鲍威尔穿小鞋呢？为何普天之下唯有老鲍能够抵挡住特朗普的狂风暴雨呢？全球最具声望和影响力的两位人物公开互掐，这背后又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波涛汹涌呢？而这双扇动翅膀的蝴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会怎样冲击全球经济，以及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钱包呢？搬好小板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彻底揭秘一下这对宿敌冤家背后的恩怨情仇。北京时间7月16号晚上，无数投资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全球金融市场遭遇剧烈震荡，美元长期美债、美股全线暴跌，哀鸿遍野。以30年期为主的长期美债更是重灾区。在这个过程当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反而应声上涨。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由于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要解雇鲍威尔。虽然事后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然而这个狼来了的把戏已经足够让全球有心人感到担忧。因为目前鲍威尔的处境很明显已经处于悬崖边缘，他与被迫离开华盛顿核心圈的马斯克几乎一模一样。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要呼吁解雇鲍威尔呢？众所周知，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对全球各国实施了无差别的关税政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仅仅依靠关税政策就实现崛起。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的做法本质上只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是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样可以直接增加财政收入，用以缓解美国政府当前债务缠身的困境。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一家国外的生产商，假如现在你想把产品销往美国，那么美国政府会征收一笔很高的关税，甚至可能高达50%。这样一来，你的商品很明显成本就会大幅上涨，等到摆上货架的时候，也就失去了竞争优势，很可能根本就卖不出去。那么最佳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可以将工厂设在美国，这样大家就都满意了。这就是特朗普常说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质上就是让美国制造业重新强大。但是关税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个伤敌800自损1000的招数，美国的财政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获得了关税收入，但其反噬效应也会迅速显现。不仅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日常必需品、衣食住行等生活成本都随之攀升，并且许多国家也对美国实施了相应的关税报复。也就是说，美国工厂想要将商品销往其他国家，对方也实施了同等规模的关税报复。这将使美国的众多企业同样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因此，特朗普才不断向鲍威尔递送秋波，明里暗里的施加压力，要求他降息，以此来刺激经济，来对冲关税对美国本土经济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总说美联储降息，普通人该怎么去理解呢？降息实际上指的是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从而降低资金成本，以此来刺激经济。如果这句话你没听明白，没关系，我换个说法告诉你，降息的息既包括存款利息，也包括贷款利息。简单来说，就是在降低存款利率的同时，贷款利率也相应下调了。你看，一旦存款利率降低了，那么存钱就不划算了，显然还不如拿出来消费。同样的道理，一旦贷款利率降低了，那么企业贷款来创新创业的热情也会重新燃起，消费就起来了，创新也发展起来了。从表面上看，至少是这样，美国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一派和谐安宁。而现在在关税问题上，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印尼已经基本谈妥了，欧洲也只差最后一步了。关税战的棋局基本已成定局，可以说就等美联储降息这场及时雨了。但鲍威尔这边却迟迟没有动静，任凭外界风吹雨打，就是顶住各方压力，坚决不降息。
因此很多人才会说，鲍威尔已经变成了特朗普实现连任目标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特朗普目前的位置可以说是得之不易失之易，死里逃生，闯过了鬼门关才抢回来的政治生命，很有可能就这样葬送在鲍威尔手中。要知道，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美国 ISM 制造业 PMI 已经持续处于50荣枯线以下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就说美国工厂现在的健康状况报告，想要及格都非常困难，50分是及格的分数线。简单来说，不及格意味着工厂的订单数量大幅减少，库存积压严重，员工的工资收入也变得很不稳定。而6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亮眼，超出了市场预期，但扣除政府补贴创造的就业岗位后，实际就业市场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形势十分严峻。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市场上完全看不到经济复苏的任何迹象和信号，那么明年那场关键的总统大选，特朗普是否还能继续保住那个位置，可能就相当危险了。除了对特朗普的政治生涯构成威胁之外，鲍威尔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特朗普自己的钱袋子。申万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份，美国财政的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财政总支出的 16.9%， 已经远高于军费 13.9% 的占比。那么根据 CBO 国会预算办公室3月份的预测，未来美国净利息支出将占据赤字率的1半以上。面对着这个重如泰山的财政压力，特朗普现在也可以说是1分钱掰成2半在花，所以他才火烧眉毛，3番5次催促鲍威尔降息。利率每降1分，省下来的钱他既能刺激经济，还能争取更多选票支持，还能装备更多合作伙伴，让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在世界各大海洋继续展示武力，为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权延续生命。所以你看，在特朗普看来，可谓是降息子一落，满盘皆可活。但鲍威尔这位财神爷死活不肯同意，特朗普的宏伟蓝图山河永续，眼看就要化为泡影了。那么鲍威尔为何迟迟不愿降息呢？简单来说，主要原因只有3个。第一，就是当前美国通胀太过严重，通胀让钱变得不值钱了，物价还在持续上涨。这个时候如果再降低利率，大量资金就会从银行流出用于消费，那商品就会变得更加抢手，只会导致物价继续飙升。而美联储降息的目标是通胀先降到 2% 再降息，而现在实际上通胀还在 3%， 甚至还要更高。说的直白点就是病还没好，暂时不能停药，停药的危险性很大，通胀还没有压住就降息，极有可能完全失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担心重演1970年的错误。在1970年代的时候，美联储曾经犯过2个致命错误，最终导致了经济停滞和物价飙升2个恶性循环。所以美联储得出的深刻教训就是2条铁律：降息放水需谨慎，加息救市必趁早。第3点是，当政治压力越大时，实际上美联储越难以妥协。美联储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组织，它本身是一个公司混合体，法律确保了美联储的决策自主性，它不受政治干预影响。总统只有提名权利，但没有指挥权利。美联储在法律层面上，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么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总统一说降息，美联储就乖乖听话了，请问该机构的独立性是否意味着从此刻开始，从你鲍威尔开始就彻底消失了呢？这个历史的罪人鲍威尔担不起。更何况如果美联储乖乖听话的话，同样会引发市场的恐慌情绪，那岂不是意味着未来美国将变成特朗普一言堂，只手遮天？基于以上3个原因，鲍威尔是无法降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特朗普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他能否迫使鲍威尔屈服呢？用一句话回答大家，从法律层面无法动摇，在面子上侮辱性极强。首先第一点，美国总统是没有权利罢免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在美联储身兼3个职位，这3个职位分别是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主席和 FOMC 主席。那么执掌加息、降息大权的理事会主席位置，特朗普是无权任免的。但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0条，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身份是可以因故被撤职的。这个故通常指的是重大违法失职行为，或者是玩忽职守，或者是管理严重失当。说白了，特朗普只需要编造一个贪污腐败的罪名，就能撤销鲍威尔的理事职务。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最近对美联储大楼装修这笔费用的使用问题一直紧咬不放，甚至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前往美联储兴师问罪。要知道，此前小布什、福特、罗斯福都曾造访过美联储，但都只是礼节性的参加一些仪式活动。像特朗普这样直接上门质问的，在公开场合摆脸色要求降息的，恐怕真是破天荒头一遭。
但即便特朗普撕破脸皮，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鲍威尔理事会成员的职务，但是理事会主席这个头衔，他仍然是稳如泰山的。所以加息、降息的权利是稳固不变的，无法动摇根本的。简而言之，就是特朗普面对鲍威尔抽其枝节易，断其骨干难，子非鱼，焉知鱼之苦。鲍威尔在目前这个位置上，何尝不是如履薄冰的境地呢？既然大家都不容易，又何必互相为难彼此呢？大概率双方还是会互相给个台阶下，借坡下驴。在今年下半年，也就是9月16号和12月顺势降息，各取所需。所以持有黄金的朋友要注意了。微笑制作这个视频的时间是北京时间9月11日晚上10点半，金价在3636，下周还有新高。回归正题，那么为什么各取所需呢？1963年到1969年期间，约翰逊和马丁之间的较量，至今仍让很多人难以释怀。当时在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越南战争当中巨额财政支出的压力之下，财政状况如鼎沸，通胀态势似燎原。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马丁持续上调了贴现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但这个举措直接引发了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强烈不满。据报道，在1965年12月提高贴现率后不久，马丁就被约翰逊叫到了德州牧场，遭到怒斥：“我的儿子死在了越南，但你却不给我拨款。”据说约翰逊在盛怒之下还推搡了马丁。虽然马丁事后并没有立即降息，但是在次年4月还是配合了白宫政策，一招迟来的妥协，迟来的降息，他既保住了美联储的颜面，又迎合了白宫的心意，一石二鸟，高明至极。因此当我们回顾美国历史，这类事件其实屡见不鲜。尼克松执政期间，甚至更早的罗斯福时代，都曾出现过美联储类似妥协的局面。只有沃尔克掌管美联储的时期，才是真正的强硬时代。面对高通货膨胀，即便政治压力如排山倒海，美联储也坚决不降低利率。但反观当下，很明显鲍威尔恐非在视之沃尔克。原因也很简单，当前美国的通胀情况经过数轮加息的调控，已经明显有所缓解。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6月 CPI 同比为 2.7%， 环比 0.3%， 核心 CPI 同比 2.9%， 环比 0.2%。简单来说，观察这个数据，美国通胀虽然还未达到 2% 的目标水平，但已经相对平稳了，实际上已经接近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了。所以这场闹剧的最终结局大概就是双方体面收场。当然，大家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万一特朗普等不及了，直接来个霸王硬上弓怎么办？其实答案已经隐藏在我们开篇提到的7月16号的那场预演之中，那场股债汇3杀的血色预演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美联储主席真的被强行更换，就相当于向全世界宣布美联储的独立性已经完全丧失，美元的调控权完全落入了特朗普的掌控之中。特朗普骨子里流淌着弱美元的商人血液，美元的汇率很可能会像雪崩一样急速下跌。短期内经济棋局或许能起到提振作用，但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长期通胀的问题必然会重新显现。那么与通胀预期密切相关的长期国债，其收益率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般难以控制的快速上升。因为一旦长期通胀预期上升，国债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来弥补未来货币贬值的损失，否则他们实际获得的收益就会减少。这个过程呢，就相当于你今天要开一家面包店，向朋友借了10万块钱，承诺3年后连本带利还给他。可是如果通胀较低的话，你每年只需要支付 3% 的利息，但如果通胀急剧上升，也就是说货币购买力下降了，那么你的朋友为了不吃亏，可能每年会向你收取 5% 的利息。说到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点，为什么我们刚才要特别强调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实际上，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能够控制的都只是相对短期的利率而已。简单来说，就是1年到3年期限的债券利率。而10年、30年这样的国债收益率，它同时还要受到经济增长预期的影响，以及通货膨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短期货币政策只能对它起到引导作用，是根本无法完全决定的。甚至如果美联储真的被特朗普掌控，还可能埋下更大的隐患，就是资产负债表扩张失控。所谓扩表，就是美联储通过购买债券等资产来印钞，向市场注入更多资金。即美联储印钱购买国债、股票等资产，银行和美国政府手中的资金就会增多，市场的流动性就会提升。这样一来，特朗普就会有花不完的钱，通胀预期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债务可能持续累积增加。按照常规发展路径来看，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双方很可能会相互提供台阶，借坡下驴的解决问题。美联储很可能实施扩表政策，直接介入购买国债。如果美国政府正常发行债券，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或许市场上缺乏足够的买家，即便存在买家，国债也将面临大幅折价，也就是原本价值100美元的美国国债，可能只能以80美元的价格出售，除非美联储亲自介入，充当这个大买家来兜底。那样不仅财政有资金可用，美国国债也不会出现大幅贬值。到那个时候呢，美联储由于大量印钞，全球资本市场可能迎来新一轮的狂欢盛宴。只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毕竟还有鲍威尔在把关，印钱也不可能太过肆无忌惮。至此，特朗普和鲍威尔的激烈博弈已经非常明朗，表面剑拔弩张，但实际上呢，鹬蚌相争，各怀心思。特朗普极限施压，也不过是让降息大戏的锣鼓声敲得更响亮一些，而鲍威尔的坚定不移，也依然是美联储独立性背后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罢了。正所谓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二人都深谙此中道理。历史的剧本早已注定，我铺设的台阶也已悄然被踏下。天道之理在于损有余而补不足，降息之水终将倾泻而下，填补经济之沟壑。而扩表呢，亦会紧随其后，水到渠成，只待那一声发令枪响，全球资本或许会闻风而动。所以，一场由美元流动性驱动的滔天盛宴即将席卷而来。然伏羲祸之所伏，盛宴之下暗藏的，又何尝不是通胀恶龙的抬手之威呢？待流动性抽水之时，恐又是一片狼藉，一地鸡毛。所以记住了，见好就收，知足常乐，或是你全身而退的金玉良言。